我的朋友就被摩托撞，对方无照驾驶，整辆摩托没有车牌嘞。哎呦，又见面了！正在看这部视频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Ryan， 在我身旁呢就是我们的 Mr. Low 啦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 Ryan 的频道。本集就欢迎看我们两个吹水一下。是，我记得我们前2年吧，应该没有错的话，应该是 Mazda CS5 过后就没有再合作过。我的车 review 过我了。对啊，就 CS5 过后啊。对，然后像这一次的话，我们是想到一个课题是关于 accident， 因为意外这种东西呢很难讲，你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一个先来。是，讲到好像卖保险的人这样，现在一样吗？卖车跟卖保险没有差了吗？是有一点差，他卖的是看不到的东西，有点拉郎到了吗？其实是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 topic 呢，就是在马来西亚被摩托撞，或者是撞到摩托该如何解决？哇，这个课题蛮够力一下。我们今天谈的这个课题，因为之前我听过一个印度人跟我讲过，那印度人是一个律师啊，他跟我讲过，马来西亚法律是偏帮摩托赛哥，是保护摩托赛哥。是，应该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上个月了，就有一个女司机在 BM 的，她就退车了，退车过后，她就撞到一个摩托赛哥 driver， 然后摩托赛哥 driver 讲，哎，我好像没有事情，然后那个女司机讲，哎，我要报警哎。可是那个摩托车 driver 呢就讲我没有license呢，所以就请你不要报警哦。那女司机讲这样 OK 了，好了，反正既然你没有事情，也不用去医院，我也不用去报警，这样子的话，大家就私下 settle 啦，是不是？结果那个女司机收到 lawyer form， 讲这个摩托车的 driver 要告他，收到律师信。对，蛮够力一下哦。是，这东西防不胜防，有时候你好心同情别人哦，有时候换回来未必是好报啊。是，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啊。在马来西亚啦，如果是说你今天你撞到摩托，或者是摩托撞到你了，最好就是交给你的保险去处理。如果你当做私了来讲的话哦，它过后有些什么后遗症，有脑震荡、蛋破掉，它可以赖在因为这个 accident 导致这些损伤的，它可以在有效期里面6年里面啊，它可以告你。就是说，只要任何身体的损伤，在之后啊6年里面发生意外的6年里面，如果发生什么身体的损伤哦，它就可以控告你。是，这个摩托车 driver 可以用1纸的律师信直接告你上法庭。听讲啊，赔偿的金额搞不好可以搞到你破产都没有问题。这样子蛮够力下哦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如果要保护自己的话哦，就一定要报警。是，讲回那个 case 啊，那个女司机她同情对方没有license嘛，她怕等下去警察局的话是她会被追究责任，她会被追究法律责任，因为她没有license，然后就驾摩托嘛，然后看她可能经济状况没有很好，就同情她。我们设身处地去想，如果我们是那个女司机的话，我们如果不要害她，如果不要报警的话哦，这样我们录一个 video 可以吗？录一个啊，你看这个人，你看现在他没有事情啊，然后拿他的 IC 来拿 IC 出来 ，Mr. 谁谁谁啊，你看你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啊，然后你没有license了，所以现在我们没有报警啊，我们就刷壳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录一个 video。这个也是今天我想要给大家知道的一个答案，所以我们以一个先正常的情况来先再讲先。OK， 正常情况来讲，今天你不管是撞到摩托也好，被摩托撞也好，OK， 最好就是报警。当然啦，发生意外的时候先确认好那个人有没有事情啦，要不要上 ambulance 啊，这些东西肯定是要先做好的啦。如果是说他没有事情的话，第一个事情先报警，报警了过后通知你的保险公司，将会发生这样子的意外。这个时候呢，你的 NCD 如果是说你的车有 NCD， 就会被扣起来。OK， 保险公司已经定了吗？哦，我这个顾客发生了这个车祸，然后因为是有撞到摩托，这个摩托可能会 claim 这辆车的就是 personal injury accident 的这个保险。这个保险来讲，不管是你今天坐在你旁边的乘客有受伤，或者是今天你撞到摩托都好，都是 claim 这个保险。这个东西呢，是在你买汽车保险的时候是已经 include 在你里面了的，已经有了。对。所以如果是说今天你的车子没有任何的损伤，可能只是小小的刮蹭，但是摩托车它那边可能有一些跌倒啊、扭伤啊这些东西，它进到医院的话，它是可以 claim 你的这个保险的。但是这个情况来讲的话，会导致什么？你的 NCD loss。对。你一通知了过后，你的 NCD 可能是变成0的话，你就要重新开始了。假设讲你的保费可能现在扣了 NCD 是2000块，可是你的 NCD 变0的时候，4000块要来了。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自己的决定啊。所以因此有些人就讲，如果今天这个摩托车没有事情，我又要保护我自己，我的 NCD 又不要给他扣的话，要怎么办？
啊，这个是你所提到的，刚刚所提到的。对 OK， 我觉得啦，比较好的处理的方式很简单，还是要报警，证明这个人没有事情，因为什么的文件都好，都没有 police report 来的更加的有说服力。首先第一点要报警，跟警察讲哦，这个事情是怎样发生的，怎样发生的。然后现在这个摩托车我逮波机没有事情，然后他也是一个没有来生的人，可能刚刚我们讲的那个 case， 他是一个没有来生的人，他是什么车牌号码照讲。OK， 报完过后，多少一个讲哦，我要私了就好了啦。这样的话你就找他，叫他写一个 black and white， 我谁是这个摩托车，OK， 这辆车主已经为我负责了所有的医药费，过后所有的受伤所有东西一概不关系到这个车主的责任，白纸黑字大家签一份。像这个白纸黑字的问题呢，是不是要请律师楼外有律师的见证，只是要有这样子才可以？当然最好是可以啦，但是你要付一个律师费哦。够力啊，这个就是一个问题哦，你要付一个律师费哦。所以来讲比较有经济的做法，就是最好你找一个见证人啊，找个见证人，然后你们两个签了名，再录一个视频，证明这个人不是在被胁迫的情况之下签这个东西的。如果说这个人告你上庭来讲的话，最起码你还有证据。对，有证据证明是这个人是没有事情的，在当时。对，没有事情了，我已经付完了我的所有的责任了，他的所有的医药费、糖药费、精神补偿费，什么鬼我都赔完了。我有证据证明这个人是在清醒的状况之下，我也有证人证明他在清醒的状况之下签了这个白纸黑字。被告的话，最起码有证据可以保护你自己，但是这个东西来讲还是会比较麻烦啦。还是比较麻烦，还是你刚才讲的 police report 那个会比较好啊。对，报保险公司来讲，那个可能会比较好啦，因为 motorcycle driver 有任何意外的话，他上到法庭告你，最起码你的保险公司直接 cover 你到完。对，直接是由保险公司来跟他对簿公堂。对，他要赔多少钱，什么东西，保险公司赔完，你就是安安心心在家里等结果就好了。难怪汽车保险的保费这样贵。其实马来西亚汽车保险的保费已经是很便宜了嘞，已经便宜了，算便宜了，很多年没有起价。如果不是国家银行啊要求，如果是说你们要做保险业的话，必须要开这个 general insurance， 要不然保险公司是不会想要做这个 general insurance。哦，就是说他们要做那种人寿什么鬼，他们自己必须要有那个 general 对 insurance， 他们才可以做那个人寿。很简单吗？可以这做。你想一下，你一年还保费2-3千块钱，可是你一创不止哦。可能你的车子还2-3千块钱，可是你一创10几千、20千，所以保险公司是不是做不了的？他就是拿多数没有 claim 人的钱来赔那 claim 人的钱哦。是，但是以生意来讲的话，其实这个是一个亏损的生意啊。但是某边啊，他们是为了做那个人寿保险，所以他们必须要做这样子的东西。我太难了。最近啊，我的朋友就被摩托撞，他在马来区被撞。我们以前就讲嘛，喂，你在钢蹦撞到人哦，最好马上跑掉先呢。不管是你撞了还是被撞，马上跑掉先呢，要不然哦会被翻车嘞。对啊。不过幸好呢，他没有发生这种事情啦，没有被翻车啦。这个事情是怎样发生的？这个事情呢，就是一个马来青年，他逆行，刚好那个路呢是一个 T junction来的，所以我朋友就在路口本来要弯左嘛，就有一个马来青年从对面逆行这样子要进这条路，因为这边是一个 lane 可以进去的。正常来讲，我们应该是从前面这样子下来转进去 ，U 灯再这样子转进去你要进的地方嘛，是不是？他不是，他是从对面逆行这样子，马上就插进来，直接就是撞到我朋友车的 bumper 插进去。然后当时候我就问他嘞，我朋友就问他，你有license吗？冷静静。摩托的那个 Rotex 有吗？静静。整辆摩托没有车牌嘞。哇1比100。你想一下，没有车牌的摩托在马来西亚路上走着嘞。OK， 你父母电话号码几号？我忘记了。那个年轻人讲我忘记了，我看他应该是被撞傻了吧。OK， 完全不要讲。过后刚好附近的周围呢也是有一些马来的居民啊 ，OK 就出来咯，看什么情况啊？哇，好像很大条这件事情这样子，就出来过后，他就看我朋友很好声好气的讲话啦，他们就指着那个马来青年。现在这个人哦，他也是好声好气跟你讲话嘞，也没有骂你，没有什么嘞。现在是你自己倒反走撞到人嘞。要知道嘞，这个马来青年这个摩托 driver 哦，一被撞到，第一句话讲什么的嘛？撞我你要赔。哇，傻了嘞！
过分，过分，非常过分。过分。到最后，那个马来青年只透露了一个电话号码，这个电话号码我相信应该也是打不到电话的啦，应该也是什么假电话号码的啦。好了，这样我的朋友就咨询我，这样我要怎样做？这样的话呢，你第一个时间去做的事情就是去报警。好了，就处理完他自己的事情了，去报警哦。报警了过后，他就问警察，这样子的话我会中3万吗？他讲我不会3万你，我要3万对方。第一点，对方无照驾驶，摩托没有车牌。过后他就讲有办法找到这个年轻人出来吗？其实我们是用了一点办法啦，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年轻人要如何去找到啦。找了过后就带买他的父母去报案。然后当时候还没去报案之前哦，那父母也是很讲呢，想要推卸责任啊。他就讲这条路可以这样子走了吗？每个人都这样子走。然后我朋友就跟他讲一句话：每个人这样子走是没有错，但是这样子走是对还是错？是对的吗？是跟着温当对的吗？他静静，年轻人的父母不敢讲太多。之后呢 ，OK 咯，带去警察局哦。警察就讲 OK， 就教训了这个年轻人过后，就叫这个年轻人父母赔我朋友那个维修费这些东西啦。过后我就有去 check 一个东西，如果是说这个年轻人啊，他发生了这个意外，发生了这个车祸，他有受伤的话呢，可以 claim 到他吗？第一点，这个年轻人他无照驾驶，第二点，他是 underage 啊，所以的话也是跟不到你的朋友啊。法律责任上面呢，其实第一个责任的问题就是这个年轻人不够年龄驾摩托，这个在法律上面已经是不受承认了的，所以他是告不进他的，所以保险公司是不会赔的。我朋友也不用负任何法律责任，这样就好。所以这个就是另外一种处理方式啊。不过有这种情况又是另一回事了。但是以正常来讲啦，我相信在马来西亚路上很多的还是最多只是无照驾驶啦。所以如果是说今天遇到撞到摩托 driver 也好，那种摩托佬撞到都好，所以第一个事情肯定就是要报警，不要想到有什么办法息事宁人。我跟你讲，有些人后尾怎样来啊 ，block 上来你不懂。对，有些人哦，他表面上跟你讲哦，没有事情，不用去报警，我们私下解决。之后 lawyer 信先来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，在马来西亚。像现在啊 ，MCO 过后啊，那种穿粉红色衣服的啊，火莲卡的衣服的啊，青色衣服的啊，为了赶单啊，他们每次闯红灯啊，然后被撞到。其实讲真的，有些时候是真的是我们是很无辜的。然后我相信有人会问啊，这个东西这样子的话，如果今天警察证明啊是这个摩托 driver 他撞到我，他错的话，要讲走保险。如果是被摩托撞的话，还是要 claim 回你们自己的保险。可是好像是，如果是证明是摩托的错哦，但是问题是摩托如果今天证明是他错了哦，他去药房证明他有看医生，证明他有受伤哦，就 claim 不到了。好像是这样啊。其实是可以 claim 到他最多 claim PA， 但是你的 NCD 也是会 loss。你要讲 claim 回 NCD， 其实有办法的。那个摩托啦，他是有买保险的，保险里面的摩托 driver 是同人的话，其实如果今天警察证明是这个摩托 driver 的错，你的 NCD loss 是可以 claim 回摩托的保险的 loss of use。可是就有一个问题了，你亏损了5年。对，算到了还是有点小亏，还是亏损。尤其是你想想，如果你的车是市值100万啊，兰博基尼之类的，哎呦，那个保费不用几出哦，那个出到不会再出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是亏到没有眼泪了。在马来西亚路上驾车啊，得预防被这种 motor driver 撞，真的是划不来。对，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。今天的分享你觉得 OK 吗？非常好，我觉得很有知识性，很有教育意义啊，好像比那些纯粹做 prank 的那些更好。希望这个视频有帮助到可能遇到这样子问题的观众朋友啦，有一个解决方案啊。发生车祸的时候一定不要紧张，再来就是报警，通知保险公司。对，然后可以拍多点照片就拍多点照片，拍多点 video 拍多点 video。如果有 car cam 就拿 car cam 就更好。啊，今天没有任何业配啊。对，没有任何业配啊。但是如果有业配是可以商量啊。还是有可以商量也可以啊。今天 Starbucks 也没有赞助我们啊，这个 Starbucks 是我们自己买的哈 ，OK。只是讲我们借用 Starbucks 的地方。好了，这样的话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。所有观众朋友，记得一定要订阅我们 Mr. Low 的频道，当然也支持我一下，订阅我的频道。所以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继续视频再见啦，拜拜 ，See you。